Hello，大家好，圖瓢又來了啊！图瓢做一做今天盘后的一些总結吧啊！今天反正整個市場還是挺惡心的啊！這個惡心呢，反正各種消息面的影響，首先呢是伊朗制裁啊，第二呢是美加摩擦啊，最後呢導致了油價走高啊，然後整體都下挫，然後芯片股呢遭到了重點的拋售。我們先一個一個看啊。首先呢，先看這個跌的比較狠的闪迪啊，SNDK 呢今天跌了10.62啊，这個跌的還是比較猛的。好，我把這個放回來跌的還是比較猛啊。就是其實閃迪我從它開始發這個2930年要回購這個事情上，我就一直在看空閃迪啊，就是包括在 StockTwist 上我也發了文章啊，也發了這個帖子啊，還被人追着罵啊，這個無所謂，罵就罵吧，沒關係啊，我是看空它的。那麼今天閃迪跌的比較狠，當然也有其他的原因啊，也不僅僅只是說簡單的一個之前的一個原因啊。今天反正整個芯片股都在下挫，先是閃迪，然後邁威爾今天也是跌的比較狠啊，Marvell 今天也是跌了3.27%啊，這個早盤的時候其實還跌得挺猛的，後來還是回來了然後 MU 呢美光也是跌了5.83啊，反正今天存儲芯片都在下挫啊。英偉達呢這個跌了2.91啊，這個沒有辦法，要發財報了，整個市場現在其實也在等英偉達的財報啊，到底是什麼樣一個樣子，能不能拿出一個比較讓人眼睛一亮的預期啊？就是其實英偉達已經橫盤橫了很長時間，就在這個框裡啊，上上下下，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去橫了小1年了啊。就是我的看法，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橫盤，就是慢慢的上了一個台階，僅此而已。但是大概大的趨勢還是一個橫盤的狀態。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早前就說過啊，從23年、24年，英偉達已經透支了太多的股價了啊。其實包括除了英偉達之外，包括我對存儲後面的一個走勢大的判斷，我也覺得存儲也是透支了很多股價了。就是後續不管你是27年、28年，這些產能都已經被買斷了或者下了單，怎麼樣也好，但是股價其實是已經透支了，後面也是大概率是一個橫盤的一個狀態。也就是說，再出現爆棚的超漲啊，就是爆棚的這種 revenue 和 EPS 大概率是不太可能了再包括最近這些模型，这些大模型的廠商也好，這些開源的模型一出來啊，很多企業其實已經開始去做一些部署，而且現在大家要知道，很多雲算力的一些雲服務商其實是空置了很多的就是完全是不飽和的情況下這麼着一個情景之下，我覺得再下去存儲也好光模塊也好，除非有一個新的一個技術出來或者新的一個架構英偉達的架構基本上已經是做到頂天了，這個是我對英偉達的一個認知對不對錯不錯等後面再來批判我現在不要去說，現在還太早了盤中呢反正也有報道說，美國將允許蘋果從中國供應商處採購存儲芯片，疊加三星公布的股東回報方案不及預期引發了全球存儲板塊的一個拋售所以呢今天 NDX 是跌的比較狠NDX 今天跌了0.97%， IXIC 其實還好IXIC 今天只跌了0.76%，其實都還正常其實美股的科技股1%、2%、1%、0.5%這樣一個振幅其實都是很正常的我覺得是很正常的那麼包括博通、AMD、英特爾其實今天都在下挫反正跌的都挺猛然後鋼鐵行業今天是逆勢上漲了4%阿里巴巴呢這個反正受非美投資者發行102億的美元股份消息壓制，也漲不上去了。中概股今天也是基本上是一個下挫的一個狀態。然後像 APL 這些大票基本上今天也走的都不太好。APL Amazon 其實走的都不太好Amazon 今天還 OK。Google 呢今天也還行Google 今天也還行反正我之前也說 Google 基本上是到了一個又可以抄的階段性底部了，但是抄没抄呢我自己也没進去因為現在我對整個盤面其實還是有一定的擔憂呢主要是擔憂消息面並不是擔憂整個盤面其實現在還比較好我們就返回來說一說
油價的問題啊，油價呢，這會兒怎麼錯了這麼多啊？不管它，這個已經5點了，不管它了。這個已經是24號，今天油價還下錯了嗎？好奇怪啊！不管它，21、24啊，今天油價還有點下錯了啊，不管它。今天呢，反正伊朗這個財政部針對伊朗的經濟第一日的制裁啊，財政部部長這個貝森特啊，今天又宣布與伊朗進行一個貿易制裁啊，就是經濟制裁，包括了進行貿易的第三方國家发起大規模的二级金融制裁，并在下午召開專題記者招待會，加劇中東局勢、能源和貿易鏈的不確定性啊，就是現在反正就是要讓全球的國家來站隊，你要麼站美國這一邊，要麼就是站在非美國的一邊啊，就是非敵即友，反正他現在就是要打破這種灰色地带啊。然後這是其一，其二呢，財政部萬億賬戶回購傳聞救市啊，美債30年期收益啊，今天收益率又高起了啊，還是在上面橫着啊，也没有下來太多啊。又說1萬億的財政部一般賬戶資金進行債券回購，而非增發短期國債，收益率隨後略有回落，緩解了科技股早盤的急跌啊。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 NDX 也是盤中也是走了一個小微啊，但是微完了之後還是又開始下挫啊，盤中還是走了一個小微的一個狀態啊，最後還是又跌下來啊。其實從這兒微上來的微的還挺多的，好吧，這個是今天的一個盤面的一種形態吧啊，我們就先說到這裡。那麼接下去主要想說一說的是美加貿易摩擦，美加貿易摩擦呢現在是關稅問題引發外交緊張啊，這個反正很惡心，惡心在哪裡呢？就是現在大家的感覺就是美國現在就是要吞加拿大，一是要吞加拿大，二呢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喪权辱國的條約，所以加拿大呢肯定是不願意簽的，也就停下来了不簽。那麼美國呢反正就是要求的太多啊，比如說他要求這個乳製品管理機制放開，要求配額保護放開。那麼加拿大呢是堅決保護本土奶農利益啊，拒絕向美全面開放配額，這是其一。其二呢，酒類銷售禁令啊，就是要求各省立即取消對美國酒類的下架指令。各省作為此前貿易反制手段呢，已經拒絕無條件重新上架。现在反正美国酒是買不到的除了像 Coors Light、Coors 這些在加拿大有廠這些牌子主要是烈酒和葡萄酒重災就是加州的葡萄酒，然後Kentucky 的烈酒這些會比較重災一些。然後關鍵礦場和自貿權要求加拿大稀土關鍵礦場享有優先的獲取權，並限制加拿大與其他國家簽訂自貿協定。這個是真導致了美加談判破裂的一個重要原因認為侵犯了國家經濟主權，最終導致談判撤回。關鍵呢還有一條就是汽車與重型皮卡接下去估計美國的車又要漲價了，特別是大型在加拿大組裝的重型皮卡，比如福特的 F 系列、通用的 Silverado 系列這些產能反正基本上就這麼樣一個情況。反正我覺得呢，對於我在加拿大呢，這個是利好的一件事情反正加拿大的農產品估計又要跌一跌，又便宜一些了，就是乳製品這些東西濃縮奶油乳清粉加拿大的威士忌估計又要跌價了建築與工業材料這些也要下消費品這些東西也要下，也估計也要順着也要降價一些吧，好吧這個是美加的一個摩擦的一個細節今天呢反正基本上就是這麼樣一個情況。板塊上呢我們就不去說了板塊上呢反正比如說像公用事業今天公用事業不知道怎么样，公用事業今天還微微漲了一點點也還好大家注意一下，最近 VIX 像瘋掉一樣的每天在這兒震就是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因為 VIX 還是我這個策略裡邊比較重要的一個 filter 一個重要的一個因子最近這2天最近這3-4天搞得我有點難受就是我不怕你這麼有趨勢的漲，就怕這種来回震不管它了，反正震就震吧這個反正策略該出的回撤就讓它出一下，這個也沒有關係有些回撤是必須要給的，要還給市場
好吧，這個今天就先說到這裡，然後提醒大家一下，明天呢暫時還沒有什麼太大的消息啊，大家現在主要關心的是星期三早上的 PCE 啊，星期三晚上的英偉達的財報啊，星期三是早晚都有比較重要的東西，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所以明天收盤呢，我建議大家還是做一些防範啊，就是做一些对冲的倉位啊。虽然我自己呢是有远期的升息的倉位在做一些尾部的風險防範，但是後天有 PCE 還是建議大家做一些防範。我估計後天波動還是會很大啊。然後周五呢，這個貝森特又要講，不是貝森特 ，Kevin Walsh 又要講話啊，我們就等周五再看啊，到時候再來說這些事情，好吧？今天就先說到這裡啊，祝大家晚安，拜拜。